我觉得很搞笑。你们口口声声说中国怎样怎样怎样，你用了90%的东西全部都是中国制造的。你的手机是哪里制造？你看一下啊，你用的东西哪里制造？你自己看一下啊。你以为台湾卖的都是台湾的哦？你自己看产地啦，中国大陆啦，眼睛打开啦。你看看你使用的东西，90%以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，那你就别用啊，手机别用啊。中国生产的你就别用啊，然后呢，你也不要过年了啊，不要中秋节了啊，不要端午节了啊，你就去圣诞节、感恩节、万圣节啊。你在那口口声声的，还不是在那边啊？你也不要想中文了，请你去讲美语，你们讲 English 啦，去呀，这是哈，出一张嘴。说什么我去旅游夸人家好就是收钱，拜托哪里可以申请连结？我都花自己的钱，哪里可以申请？申请谁？什么我一去夸人家好，人家就真的好啊！你自己一直停留在10几年前不进步，然后你在那边说我，你自己多进步？你自己不去看，不打开眼睛看，用耳朵听呢，耳朵看东西哦，又攻击啊！你们才几千万，我后面有10几亿的人啊，你们没有啊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今天咱们不讲印巴，不讲关税，今天咱们来聊聊台湾。520开始，全民罢免赖清德，好不好？我们除了立法院发动罢免赖清德，我们全台湾各地要用人民的力量推倒赖清德，好不好？人民的力量会在立法院，会在街头，会在每一个角落，大家发出怒吼，让赖清德下台，好不好？赖清德下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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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看啊，距离5月20号罢免赖清德只剩不到几天的时间了。那位赖清德先生啊，就跟按了加速键似的啊，这个一天不折腾就难受啊，直接火力全开啊！你猜他干了件啥事儿？他下令让台湾的部队啊，把枪口、炮口直接对着海峡这边瞄。哎呦喂，这是要演哪出啊？这操作让人看得一脑门问号啊！就差搬个小板凳问他啊，哥们儿，你这是真想打还是玩玩呢？然后啊，让人更惊掉下巴的来了，他竟然想把岛上啊超过96%的汉人给改成一个新名词。你听好了啊，其余人口。其余，天哪，不知道还以为地球爆炸了，就剩他们几个呢。哎，把咱们都归到其余那一类了，这名字起的跟闹着玩似的。你想想啊，这不就是不想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吗？想把自己跟这个大陆撇干净，连祖宗的根啊都想用橡皮擦给使劲擦掉。哎，结果给了个理由是什么？说是为了促进族群平等。这操作真让人哭笑不得啊！想送他们一面锦旗，上述想象力丰富。说到这儿啊，外面也挺热闹。这美国不是跟大陆在谈生意吗？结果美国的副总统万斯来了句：“台湾问题啊，不在我们这次菜单上。”这话一听，赖先生在他们那边的脸啊，估计都有点绿了。还没喘口气呢，东王特朗普又来了。他公开说了啊，中美贸易谈得好，这对大家都好。然后他竟然加了一句：谈判结果有利于统一与和平。 I think it'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. I think it'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us. And I think it'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. 哎，你听听啊，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啊！自己辛辛苦苦抱的大腿啊，结果这个大腿的主人说有利于统一，这可把岛上那些台独分子给惊着了呀！估计夜里睡觉都得踹被子呢。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呀，怕美国呀不真心挺他们，怕美国呀为了自己那点利益啊，把他们给打包出售了。所以啊，你就看赖清德他们这段时间啊，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，蹦跶的更欢了，生怕美国主子看不到他的忠心呢，拼命的要在台独这件事上刷存在感，证明自己啊是有用的。他这存在感怎么刷呢？先从历史开刀。你知道这个台湾光复节吧？这是纪念台湾摆脱日本统治、回家团圆的日子。结果呢，绿营里蹦出来个立委说，这日子放假让他恶心，因为光复就是又被殖民一次，把侵略者当成恩人，把回家当成监狱。这脑回路啊，估计得请医生给他看看啊，是不是跟咱们普通人不太一样啊？那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，真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这还不算完，前几天啊，他们还搞了个欧战胜利80周年的茶话会。哎，你听听这名啊，只提欧战。今年可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80周年，
咱们中国可是抗日的主战场啊，这流了多少血啊？他们偏偏避开抗日啊，避开日本，这不就是想借着反侵略的名头，跟欧洲那些国家拉扯啊？说你看，我跟你们是一样的，都是受那个谁谁谁欺负的，那个谁谁谁是谁？哎，你懂的啊。这小动作玩到真的是此地无银300两啊！更绝的是，他接受日本记者采访，竟然说日本殖民台湾有贡献。还说跟日本啊不只是朋友，更像家人。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。我们的感情不是只有像朋友一样，是像家人一般的感情。我去，这真的让人听了头皮发麻啊！这把侵略者当成恩人，当家人，还想搞个跨国认亲，这种忘本的嘴脸啊，真是让人看得哭笑不得啊！就差问他一句。你是真这么觉得还是演戏呢？你要是演戏啊，你这演技太浮夸了。所以啊，回头再看啊，把这个汉人改为其余人口这个事儿啊，他们说是什么族群平等，说白了就是想慢慢的去中去汉，让你忘了自己身上流的是谁的血。就像国民党那边就有人说的啊，他们不敢玩真的，不敢宣布法理台独，就在这个网上 P 个图改个名儿啊，搞个什么网页台独，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？啊，跟这个小孩子过家家似的，那嘴里面喊着我是大王，其实躲在被窝里玩呢。我真的也很想劝赖清德，下一次的清明节，请他去祭拜他的祖宗的时候，看一看那个祖坟上面那个墓碑，很多唐山过台湾到台湾来，上面写的什么安溪、同安、莆田，这些都不可磨灭的事实。这折腾劲儿啊，用在正事上多好啊！那说到正事啊，咱们就得聊聊军事了。最近有个新闻挺逗的，巴基斯坦用咱们中国造的歼10C飞机啊，把印度买的法国阵风给干下来了。这事一出啊，台湾那些军事专家就坐不住啊，赶紧出来分析啊。他们说啊，这说明大陆的军事技术牛啊，而且啊，现在打仗光靠你单件武器厉害没用，你得整个系统啊，整个部队配合起来啊，像一支交响乐一样啊。台湾现在买的是美国的武器啊，就像是买了全世界最贵的乐器，但不会合奏啊，大家各吹各的号，各打各的锣，哎，这仗怎么打呢？台湾自己的退役将军都说了，现代空战70%靠电子战，就是看谁能先看到对方，谁能干扰对方，谁能指挥。大陆在这方面啊，至少领先台湾一代，这差距有多大啊？就像你蒙着眼睛啊，人家这个开着带雷达的飞机找你，很可能你连敌人的影子还没瞅着呢，人家的导弹就已经嗖的一下飞过来了，直接给你打包带走。这仗还没开始打呢，你就已经 out 了。更逗的是啊，这个台湾当局啊，最近急着把这个爱国者导弹搬到台北附近去，结果台湾老百姓自己都笑了。说这是在给上面的大官修这个逃跑高速公路呢，你听听这名啊，多形象，多心酸。合着真到有事那天，他们先溜之大吉，留下老百姓在原地鼓掌送行，真的是把自己的小命啊看得比金子还贵，把老百姓的命啊看得比草都轻。而且啊，前阵子台湾管防务的那位去视察他们的海马斯火箭炮演习，结果呢，这个解放军的飞机军舰啊，跟说好了似的，一下子来了那么多，就在旁边围观。还不是一般距离的围观啊，是凑近了看。哎，就像在你家门口啊搭了个台子唱戏，人家解放军啊搬了个小板凳，你就坐在第一排，还时不时的点评两句。哎呦，你这动作不对，停，再来，把他们这个演习啊都搞得中断了好几次啊，这哪是围观啊，这叫免费教学，直接告诉你啊，你那点小把戏啊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且啊，想啥时候打断你就啥时候打断你。台湾军事学者都说了，这说明解放军现在有能力随时随地锁定你那些当官的，真打起来斩首行动啊，可能都不需要几分钟，就跟玩个游戏直接就把你给秒杀了。所以啊，你再琢磨琢磨这个特朗普那些话啊，把台湾比作钢笔尖儿，说有利于统一。特朗普这人是直来直去，有时候说的话糙，但理不糙。他那句有利于统一啊，您别看他大嘴巴，他最懂哦。这世界上哪有纯粹的友谊啊？说白了都是生意啊。美国跟大陆掰手腕啊，贸易战都没占到多大便宜，你指望他真为了台湾跟一个核大国、军事强国去玩命？你别傻了。他公开说要对台湾征关税，把台积电看成美国资产。哟，这算盘打的，这珠子都快蹦到对面了。哪有什么保卫台湾啊，都是奔着您口袋的钱去的。面对美国的对等关税，台湾没有计划采取关税报复，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承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
那咱们大陆啊这边现在是个啥策略呢？就像温水煮青蛙，不是说咣当下把水烧开啊吓死你，而是慢慢加温。军事上啊，飞机军舰在你家门口遛弯，频率越来越高，距离啊越来越近，就像在你耳边设了个闹钟，时不时的响一下，让你睡不踏实。经济上呢，取消点优惠，卡着你的脖子，让你赚钱啊越来越难，日子越过越紧巴。更让人看着窝火又想笑的是啊，香港有媒体爆料说，民进党啊有些高官啊这几年忙着往国外转钱，把这个子女啊送去美国啦、澳大利亚啦，啊那比例啊高的呀，连普通老百姓听都惊掉下巴。你想想啊，他们嘴上喊着死守台湾，那身体呢？这行李箱啊、护照啊、机票那早都准备好了呀，就等个信号啊，第一个传出去。这不就是想让老百姓当炮灰，自己去享福吗？这帮人啊，真的是把精致利己主义呢玩明白了。老百姓又不傻，谁会傻乎乎的为这帮只顾自己后路的人去卖命？所以啊，各位，这未来台湾的走向可能就那么几种，最有可能的就是大陆的压力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的往上涨啊，涨到台湾啊自己都扛不住了。或者赖先生这个脑子一热，真在干出点什么越界的事儿，把大陆逼急了。再不济啊，这美国啊先觉得这买卖不划算，把台湾往谈判桌上推。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啊，核心的一点你记住，统一，这就像是太阳啊从东边出来一下，那是个大趋势，谁也挡不住。就像国台办说的，那些台独分子啊，这蹦跶的越高，离他们落幕的日子就越近。你别以为躲到哪个角落都安全了啊，这笔账早晚都得算清楚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说到底啊，台湾的老百姓现在真是面临一个大考了。你是愿意跟着那帮把历史当成橡皮擦，把殖民者当家人，自己却忙着跑路的人，这一条道走到黑，走到危险的境地，还是能擦亮眼睛，看看清楚这个天下大事，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想想，选择和平，选择回家。咱们前面说的那些事儿啊，什么歼14迎阵风啊，特朗普的那些大实话啊，都是清清楚楚的信号啊，告诉你啊，这局棋谁是赢家，谁是输家，基本上已经定牌了。这信号你收到了吗？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，我是小懒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